近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高调会晤，达成4个方面的共识。在军事上，将定期举行年度多领域的3边演习，到2023年底实现实时共享导弹预警数据。美日韩深化军事合作的危险三角成型，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戴维营峰会提出强化军事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三国将以年为周期实施3边联合军演。请教一下曹先生，这与过往美韩和美日频繁联合军演有什么样的不同？对地区安全影响如何？那现在呢，美国是要弥合就是日韩两国的这种历史矛盾和现实矛盾，把他们拉到一起，共同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来就是为美国的这种大国对抗就是搞小圈子来服务。所以呢，他要强调在未来的演习中，要美日韩是一个军事集团这样来联合演习，这样呢才能让美国就是走在后边当后台老板，让日本和韩国共同冲在前面，给它当棋子使用。而且呢，还有利于就是未来的时候把这个北约的这个军事力量也拉到东北亚来因为是美国拉来的呀，他们本身是一个在东北亚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小圈子，然后再把外边的北约的拉过来，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更大的这个军事对抗。或者呢，是在美日韩这个基础上呢，把他们带出去，因为日本是非常想走出去的呀。那带到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南半球，带到澳大利亚去实际上已经搞这个护身军刀这样的演习了。那如果将来的话，欧洲的这种军事行动，也可以由美国把这个日韩两个拉着一块出去所以它是加剧了就是地区的不稳定，加剧了就是国与国的这种对抗。请教一下秦先生，美国通过这些联合演习，将如何进一步将韩日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个肯定是美国想把韩日进一步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就拿这个反导系统为例美国一直构建一个叫全球反导防御系统当然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它本国服务的。那么这个全球反导系统的话，它就在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它的对手国家的附近，它搞了一系列的这样叫做区域反导系统比如说欧洲像罗马尼亚呀、波兰等等，买了一些这个美制的反导武器像这个爱国者像这个陆基宙斯盾等等那么在东亚区域，它就捏合日本、韩国搞这样的区域反导系统。比如说，一旦东亚地区有远程导弹的发射，那么日本、韩国首先预警、首先探测，甚至于战时首先替美国拦截一道。如果实在拦截不住的话，导弹继续飞向美国本土，再由美国自己本土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拦截。所以它这样是一个如意算盘。整体打下来的话这个算盘打下来的话，那么实际上日本、韩国是相当于在最前沿去替美国当这个侦察兵，甚至于最前沿替他去挡刀的这样一个角色。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海上作战力量，美国海军的规模相当庞大。美国海军却计划在本财年内退役24艘舰艇。最近1周时间内，仅服役5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苏城号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就相继退役。不过，美海军未来5年内将购买10艘伯克3型驱逐舰。美海军正在布局怎样的装备迭代？未来美海军的战力内核将有哪些改变？近期美海军举办大规模军演，为何说是在模拟全球性冲突？8月15号，美国海军于佛罗里达州梅波特海军基地为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苏城号举行退役仪式。美媒称，这艘昂贵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服役不到5年，相当于提前20多年退役。而提前退役的原因是它的设计问题丛生，在与假想敌进行海上作战时，幸存下来的几率很低。美海军大西洋水面舰队发言人大卫·卡特中尉称，苏城号提前退役与其舰体状态无关。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美海军需定期审查部队结构，剥离不再能带来足够的杀伤力的累赘，从而使美海军在威慑和击败潜在对手方面发挥最大效力。美军现役的自由级和独立级滨海战斗舰造型十分科幻，曾被视为美军水面舰队的未来。
但在去年夏天的一次听证会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基·斯皮尔展示了一份名为《漏水破裂舰船》的滨海战斗舰图集，并称美国海军在滨海战斗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些舰艇却完全无法应对美海军主要对手。这笔投入的最大受益者是该型舰船承包商。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在圣迭戈海军基地也举行了退役仪式，成为美国海军退役的第11艘该级舰艇。莫比尔湾号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第7号舰，与6号舰邦克山号同为最早配备 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舰艇，已有36年的服役年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称，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提康德罗加级的运作成本水涨船高，舰艇老化还带来了可靠性降低、系统过时、打击效果变差等问题。由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大部分都服役超过20年，美国海军在2023财年预算申请草案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退役全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如果国会允许海军推进其计划，2年内将有10艘巡洋舰退役。到2027年末，美军将退役全部宙斯盾巡洋舰，这将导致美国海军在100多年来首次没有巡洋舰这个舰种服役。但美国国会对此强烈反对。为了不惹怒国会，美国海军近期也宣布计划再让4艘伯克级驱逐舰进一步延长服役至2034财年。有分析认为，此举反映了美国海军在军费争夺愈发激烈的时代，保持舰队规模和能力的意愿，也能向国会方面显示，美国海军可以明智地进行费用支出。美国的议会它需要保证美国这个霸权的，至少看上去从舆论上、从政治影响上，要保持美国的这个霸权。而这个美国海军需要考虑的是在技术上面在技战术能力上面，在后勤保障方面能不能维持海军的实际战斗力，这两者是有很大偏差的。那现在海军呢，根本别无选择只能是在这个跟美国国会巨大分歧之中呢，去找一条中间道路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然后把这个事儿呢继续干下去。今年6月，美国海军首艘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杰克卢卡斯号完成验收试验，正式交付美国海军。它也是美国造船厂在未来10年之内唯一可建造的新型驱逐舰。由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导致新型战舰停产。虽然首艘伯克级驱逐舰已经服役了30多年，美军不得不继续挖掘伯克级驱逐舰的作战潜力。从外观上来看，伯克3型驱逐舰与之前的伯克级驱逐舰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其满载吨位为9558吨，受吨位限制，升级改进潜力基本已经开发殆尽。动力系统方面，伯克3型驱逐舰依旧采用的是4台燃气轮机，最大功率为10.5万马力，最高航速为31节。伯克3型驱逐舰的武器系统没有变化，主炮仍然是一座127毫米舰炮，整体性能不错。近程防空系统只在舰体后部安装一座11连装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架。伯克3型驱逐舰的主要火力来源仍然是96单元的 Mk41垂发装置，可装填标准3反导导弹、标准6远程舰空导弹、标准2中远程舰空导弹、改进型海麻雀中近程舰空导弹、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垂直发射型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反导、反潜作战能力。未来还可能装备远程反舰导弹，从而具备很强的反舰能力。伯克3型驱逐舰与伯克2A 型驱逐舰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换装了雷神技术公司研发和生产的 AN/SPY-6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其天线尺寸增加到4.3米，而且采用了数字阵列技术，发射接收模块上还应用了最先进的氮化镓技术和数字波束成型技术，所以性能比此前的 SPY-1D 雷达显著提高。新型雷达对空最大探测距离超过600千米，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探测距离是超过1000千米，目标探测跟踪数量也提高了近2倍。
其次，伯克3型驱逐舰的宙斯盾系统版本换为基线10，性能上主要有2方面提升。第一，基线10重新设计了作战情报指挥中心，让伯克3型驱逐舰首次具备了编队防空指挥能力，并且整体指挥能力还有望超越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可以说，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逐步退役之后，美国海军编队防空指挥能力依旧不会缩水。第二，进一步完善了海军防空反导一体化和协同交战能力，这就使得伯克3型驱逐舰在防空和反导能力上大大的超过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不可否认，伯克3型驱逐舰的整体性能提升较大，作战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其并非完美的新型驱逐舰，毕竟其设计基础仍是30多年前就已问世的伯克级。其最明显的弱点是其隐身性能仍然是30多年前的水平，雷达反射截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左右，这在现代高信息化战场环境下，无疑是特征明显的海上目标，战场生存能力堪忧。美国海军除了调整装备配置外，还频繁举行战略级别演习，来检验其自身战力水平。8月18号，美国海军结束了其代号为“大规模演习2023”的军事联演。这次演习动员了分布在全球22个时区的7大舰队、6个作战司令部的2.5万名官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以模拟大规模的全球性冲突为目标。这次演习动用的主要装备包括6个航母打击群、3个2栖戒备群、25艘实际舰艇和50多艘虚拟舰艇。所有数据被发送至9个海上作战中心，然后统一汇总到诺福克海战发展中心的中央指挥节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习由5名退役海军将领担负领导任务，演习很可能是研究性质。这类演习更多的是司令部领导机构内部的运作演练，对信息、通信、指挥、操作进行研究。多个科目的参演舰艇和人员并未实际出动。有分析认为，美国海军刚刚结束的大规模演习，目的就是演练出现大规模全球性冲突时，美国海军如何应对2个大国。请教一下秦先生，美国海军的这种加入虚拟手段的演习，能够达到真实测算战力的效果吗？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达到部分演习的目的的啊，因为它这次从总的来说，它规模很大哈，各个舰队都出动了，然后这个6艘航空母舰，那么实际上它如果真出实兵的话，要花费很多的资金啊，而且这个动静是会非常大，所以它搞这种虚拟的演习，实际上也可以达成部分目的啊。因为本身这种虚拟演习，美军它自己的通信联络指挥这套系统，它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在硬件、航母啊、舰船、飞机平时的训练，各个舰队也都是完全一样的，装备一样，这个训练的这些条令啊、流程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磨合的无非就是说各个舰队之间的一些通信联络、指挥协调的一些配合。所以这样的配合通过通信系统，通过虚拟，它还是可以部分达成这种演习目的的啊。当然，它如果出实兵的话，前面说了一个花费巨大，另一个这个动静啊，这个6艘航母召集起来的话，这个全世界的舆论可能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考量。但是它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做给中国和俄罗斯看啊。一方面，这个协调或者演训了他自己内部的一些海军的配合；另外一方面，对俄罗斯包括中国施加很大的军事压力。美国世界现代军舰名录日前发布全球海军实力排行榜，当前美国海军舰艇平均舰龄为23.3年，而未来10年计划建造的舰艇多达65艘，包括驱逐舰、航母、核潜艇以及2栖舰艇。请教一下曹先生，从造舰计划当中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未来将执行怎样的战略战术呢？美国的这个战略呢，原来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有一些收缩啊，就是包括裁员，但是呢，他当时的这种理念呢，是以装备的先进性啊，来为主的，就是比如说在大型舰艇上，我以福特级的航空母舰啊来挑大梁，通过这样的数量，还有它的这种先进的程度啊，毕竟大型作战舰艇啊，威力大的舰艇还是占主流啊，包括这种新型的驱逐舰，还有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啊，这个还是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啊，所以我们看它还是要就是继续执行全球部署，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国对抗，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是打海盗的，也不是打恐怖分子的，而是搞这个大国对抗的，是对其他国家构成海上打击这样一种优势的这么一种战略。随着 M1126斯特赖克装甲车出现在俄乌冲突前线，意味着乌军反攻行动的战略预备队之一的第82空降突击旅已经被派了上去。那么，军迷口中的这张乌军王牌，为何也难以打穿俄军防线呢？从美国之前泄密的情况来看，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M1126型斯特赖克装甲车、黄鼠狼 EA3型步兵战车都是乌军第82空降突击旅的装备。该旅规模并不大，只有2000人，下辖3个机械化营和1个突击营，还有1个坦克连和1个炮兵营。其中各机械化营装备30辆 M1126型装甲车，突击营装备40辆黄鼠狼 EA3型步兵战车，坦克连装备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炮兵营装备 M119型105毫米榴弹炮。有分析指出，之前第82旅始终被乌军握在手里，隐而不发，现在被拉出来，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乌军反攻行动并未取得想要成果。然而，乌军又急于要向西方展现自己正在卖力进攻，只能将自己最后一个北约训练和武装起来的精锐作战旅打出来。该旅装备中名声最响亮的当属美制 M1126型斯特赖克装甲车。斯特赖克装甲车是个大家族，整个车族包括 M1126装甲运送车、M1127装甲侦察车、M1130装甲指挥车、M1131火力支援车、M1134反坦克导弹发射车等10个型号。这其中载援9人的 M1126装甲输送车是基本型号。在动力配置上，装有一台最大功率达257千瓦的柴油机，最大公路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程达500公里，快速部署和快速机动能力非常值得称道。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国派驻的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最多时高达1000多辆，被誉为美国陆军的王牌战车。不过，在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中，斯特赖克装甲车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首先是防护力薄弱，后来在车体外46毫米处加装格栅装甲，可以提前引爆采用破甲战斗部的反坦克弹药，从而保护车体主装甲。另一个问题是火力不足。M1126装甲输送车主要火力是挪威康斯伯格公司保护者 M151型遥控武器站，采用的武器只有一挺12.7毫米机枪，或一挺7.62毫米机枪，或一挺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为此，美国国会曾批准资金，专门对其进行了火力升级。2015年底，美国通用动力选中了康斯伯格公司的保护者 MCT30遥控武器站，采用的武器是一门 MK44型30毫米机关炮，有效射程3000米以上。升级后的斯特赖克装甲输送车型号为 M1296。不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斯特赖克装甲车均为 M1126型，显然是未经过升级的版本。这种火力对付缺乏装甲车辆、仅靠皮卡和摩托车机动的弱小对手还行，要想对付俄军数量众多、火力强大的装甲车辆，显然是不够看的。因此，他得跟英国提供的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进行配合。挑战者2负责主要火力输出 ，M1126装甲车利用速度优势进行人员快速输送。然而，貌似兵强马壮的乌军第82空降突击旅投入到扎波罗热前线之后，却并未取得开门红，相反和其他的乌军作战旅一样，损失很大。不仅如此，乌军第82空降突击旅还出现了5名士兵主动向俄军投降的事情，让乌克兰和西方都极为尴尬。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8月18号报道，美国已批准通过丹麦与荷兰向乌提供美制 F-16战机。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乌克兰境内出现能够携带核武器的 F-16战机，将被俄方视为来自西方的核威胁。请教一下曹先生，您对于美国改变态度、对援乌 F-16开绿灯如何看？北约和美国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无非是火上浇油，让这个乌克兰呢，通过这场俄乌冲突来消耗俄罗斯，这是他的目的。打的时间越长，烈度越大，
那对俄罗斯的消耗就越大。乌克兰从6月初举行的大反攻以后呢，这个战场的战果呢，可以说不尽人意啊，也就是美国和这个北约都不满意。那现在怎么办？就是乌克兰需要争夺制空权啊，所以现在这个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呢，就把一些就是北约一些国家可能自己不愿意用的或者是二手机啊，就是当然是 F-16了，因为他们现在要用 F-35这种比较好的新型的这个战机去替换，所以呢要把这些战机替换下来。那乌克兰呢又急需就是美制的争夺空优的作战飞机，所以美国看呢，现在如果要让俄乌冲突继续下去，继续消耗俄罗斯的话呢，现在可以向乌克兰来提供就是 F-16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乌克兰真正得到 F-16的时间仍然不得而知。而有美国官员们私下里表示，即便乌克兰获得 F-16，也无法扭转局势。请教一下秦先生，您认为乌军多久能获得 F-16战机 ？F-16在乌军手上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根据这个美国空军驻欧洲和非洲司令部的司令空军司令叫赫特，他的表态就是说，他认为最快乌军也要到2024年年初才能获得 F-16。按赫特的话说，他认为，如果乌军组建2到3个 F-16中队每个中队24架，也就是说最多大概72架，那么真正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包括很专业的这种作战水平的话，需要4到5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个乌军飞行员长期驾驶的是苏联包括俄式战斗机，如果让他一下转到西方战斗机的话，简单的飞起降、飞转场，它可能1、2个月时间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战斗机它不是运输工具，它是战斗工具。如果把它所有的战斗能力，包括空战能力、对地攻击能力全部发挥出来的话，确实像赫特所说，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如果要仓促上阵的话，其结果只能是被俄军大量的消灭而且简单的或者少数的40多架甚至70多架 F-16，想把整个俄乌的战局彻底扭转的话，那也太小看俄罗斯空天军的能力了，也太小看俄罗斯防空部队的能力了俄罗斯除了公布击毁乌军装甲车视频以外，在近日举行的军队2023论坛期间，还特意展出870多件缴获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提供的战车和装甲车。请教一下秦先生，俄罗斯此举目的何在？目的很明显当然，首先一个目的就是俄罗斯它对内的宣传凝聚民心士气告诉这个本国的军民这个战果还是很大的这个而且顶住了西方这些武器装备的压力。另外，它实际上也是对外展示，就是说西方这些武器装备是某种程度上它的能力是被夸大的，真正在战场上很多时候是不堪一击的就美制的一些武器来看，实际上单看车辆的话，能力是相当差的。你比如斯特赖克那么实际上斯特赖克的使用，美国自己的想定是要依靠完全的制空权。包括地面上像 M1坦克这个已经起了主导作用整个在地面作战处于一个这种有力的主导的作用下，斯特赖克才可以发挥它快速穿插的这样的能力。但是本身这个车不到20吨重，美国要求的是可以用 C-130运输机运输，那么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车的防护性很差虽然速度比较快，每小时最高100公里而且武器装备火力也不是太足。所以这样的武器单独提供给乌克兰使用的话，火力又弱，装甲又薄，只凭借高速度，它根本没有什么优势。